最近这几天啊，俄乌战场上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乌克兰安全局发动的蛛网行动了。关于蛛网行动的细节和影响，火力军已经在之前的节目中做了初步的分析和介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回顾一下。不过，当火力军再次回顾这场21世纪最成功的特种行动的战果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那就是乌克兰在行动中似乎有意避开了图160，专挑老式的图95、图22等轰炸机下手。不管是乌军方面的战果，还是各方根据视频或者卫星影像资料统计的结论，都没有出现图160，而这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毕竟图160作为俄罗斯空天军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它的地位和作用比起老式的图95直流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经常打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做任务当然是要先打最有价值的目标，那为什么乌克兰不炸图160呢？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图160的基本信息想必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呢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作为世界唯2的远程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从各项技术指标上来说，图160在一众战略轰炸机中都属于眉清目秀的。但图160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技术指标上，它既是空天军的门面，也是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核心。普京曾多次在各个场合对图160大加赞赏，称其可靠性高、武装丰富、乘坐舒适，甚至在2005年和2024年亲自乘坐过图160，所以看得出他对这架白天鹅的喜爱程度。那么普京为什么这么重视图160呢？这里面有2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图160它非常大、非常有名、非常先进。对于普京政府来说，图160是一个强大俄罗斯的象征，把图160和普京联系在一起，能够增加俄罗斯政府的合法性，让俄罗斯民众感到自豪，增加普京政府的支持率。第二，图160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很有可能是唯一有用的那一部分。所谓三位一体，就是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潜射弹道导弹，而俄罗斯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似乎有些不太中用。2024年的时候，萨尔马特试射失败，被各国卫星围观了一遍，算是光屁股拉磨，转着圈丢人。考虑到出口到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最近的战绩也不是很光彩，这就让很多人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技术打上了一个问号，尤其是前苏联还是导弹帝国，这就更显得有些尴尬了。至于潜射弹道导弹方面，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搭载的布拉瓦导弹早年试射成功率也不高，再加上核潜艇这种东西保密程度较高，不方便天天拿到媒体上宣传的，因此图160这只大鹅就不得不挑起大梁，一边站在台前展示俄罗斯大国权威，另一边在幕后支撑着俄罗斯的战略和威慑力量。所以说，网上最广泛的猜测，那就是乌克兰不敢炸图160，是怕炸了图160刺激到普京政府脆弱敏感的小神经，俄罗斯狗急跳墙，以此为借口发动核打击。这个猜测乍一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毕竟普京也曾多次画出红线，2024年底又修改了其核学说，扩大了核打击的使用范围。泽连斯基是要玩一手釜底抽薪，炸了图160，那俄罗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发射核导弹掀桌子怎么办呀？再说了，蛛网行动一曝光，美国和北约就立刻撇清了关系，立马表示与我无关，分明是不想落人口实，让俄罗斯找到发动核打击的借口。不过今年1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就曾经使用远程无人机轰炸了喀山的图160工厂，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可是当了缩头乌龟，全当没这回事。因此我们也不能说乌克兰就是怕了俄罗斯的核红线才没有挑图160下手的。不过从宣传的层面上来说，不攻击图160也是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的正义象征。毕竟图95和图2这些战略轰炸机在这几年多次发射远程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境内的民用设施，可以说是血债累累。从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图95的机翼下面是挂载了巡航导弹的，而他们的目标自然不言而喻。至于说图160，由于出勤成本较高，而且肩负战略核打击的任务，俄罗斯也是轻易不会把这群白天鹅撒出去咬人的。总的来说，乌克兰没有选择图160进行攻击，背后肯定存在国际政治的考量，比方说避免刺激到俄罗斯内在的敏感点，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从成本的角度来说，也是划不来的。不过我们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主观因素，
也就是给乌克兰不打图160找的理由。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乌克兰不想打，而是存在技术问题，乌克兰打不了呢？关于蛛网行动，有这样2件事最近在网上很火。一个是说乌克兰这次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实现了无人机的自主飞行和攻击，进而在距离乌克兰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完成了对俄罗斯远程航空兵的打击。然而乌克兰没有图160，自然也就无法训练针对图160的人工智能了。另一个是说有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卡车司机安东·马斯凯维奇，他和其他几个卡车司机用停车场边上的石头击落了从卡车上起飞的无人机，而伊尔库斯克的别利亚空军基地跑道上就停放着6架图160。这群卡车司机击落了这些 FPV 无人机，正好是要去攻击图160的那些。好吧，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说法，也就是乌克兰使用了 AI 驱动的自主无人机，解决了蛛网行动的末端制导问题。而图160的模型他们搞不定，所以最后没炸图160。这个说法乍一听上去并不是没有道理。美国中央司令部前首席技术官舒勒摩尔曾在一场直播会议中提出，把轮胎放在机翼顶部，可以迷惑无人机上的计算机视觉模型，让他们难以分辨这是一架飞机。同样的例子还有在地面上画上飞机轮廓等方式，也都能迷惑以可见光呈现为主的引导系统。这就说明使用计算机视觉的方式来自动化末端制导，是目前世界军事科技界的一个共识。乌克兰这几年 FPV 无人机技术突飞猛进，理论上不一定是最先进，但实践上肯定是最前沿。因此加入一些小小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少媒体都宣称，至少在某个环节里，蛛网行动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那从原理上看，既然使用了人工智能，那就要用到大量的图像数据去训练视觉模型。乌克兰虽然有图95和图22，却没有图160。乌克兰的无人机因此无法识别图160的外形，从而让这些图160逃过一劫。但火力军可以肯定，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对的。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目前无人机进行自主识别、自主攻击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乌克兰是绝对不可能把一个策划了18个月的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交给一个不靠谱的 AI 模型的。此外，很多人可能没注意，乌克兰其实也是有图160实物的，就停放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的远程航空兵博物馆。很多人用马柳克的这张图片来说明乌克兰是如何利用退役轰炸机进行 AI 建模的，但其实这张图片中图22的边上就是一架图160，卫星图片上也是很清楚的。因此说乌克兰没有图160实际训练，缺乏足够的图像数据，从而没有攻击图160的，完全是对俄乌军事不了解的外行说法。顺带说一句，波尔塔瓦的这架图160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架能够让平民登机进入驾驶舱的，有机会的话各位不妨去看看。至于说安东爷爷用石头击落 FPV 的故事，虽然确实是存在的，也有明确的视频资料证实，但这并不能说明被击落的这些无人机就是冲着图160去的。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以及 CSIS 透露的情报来看，乌克兰使用了俄罗斯本地的4G 通信网络，利用互联网对数据进行中继和传输，从而实现了对无人机的远程控制。也就是说，在每一台 FPV 无人机的背后，都有一个乌克兰无人机飞手在指挥遥控。以常理推断，如果图160是乌克兰蛛网行动的优先目标的话，这些 FPV 飞手完全可以操作无人机转向去打图160，而不是像某些视频画面中那样，有的 FPV 对同一架图95炸了2次。而这里就要引出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无人机对战略轰炸机的打击效果不佳。显然，乌克兰情报部门很清楚，图160的战备状态都比较低，轻易不会出动，因此既不会挂载巡航导弹，也不会加注大量的航油。而 FPV 无人机的威力都相对较小，对战略轰炸机这种大家伙来说，如果只是单纯在机翼上开个大洞，是算不得伤筋动骨的，必须要引爆飞机挂载的弹药，或者是引爆飞机内储存的燃料，才能让飞机失去维修价值，彻彻底底的摧毁这架战略轰炸机。毕竟这些可都是苏联时期的老货了，坚固耐用对于不计成本的苏联军工复合体来说，那是基础要求。从卫星图像上，我们也不难看出，有多架遭到乌克兰 FPV 攻击的俄罗斯轰炸机都在被烧成了一滩废墟，这说明他们的机翼中肯定是加满了燃料的。这也就说明，如果 FPV 炸到的是机翼里没有燃料的图160，这些受损的飞机能不能修复是一回事，俄罗斯认不认账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不要觉得俄罗斯做不出来这种事，
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地勤在连夜清障后，在被烧毁飞机的正上方摆了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结果被卫星拍了个一清二楚。只能说强行挽回尊严，还不如大方承认。这样掩耳盗铃只是徒增互联网笑料罢了。最后我们插一句题外话，俄乌战争这场烂仗打了3年多，俄罗斯本土也不是第一次被炸，但这次被乌克兰炸了这么多战略轰炸机，其中有1半多的责任都要归咎于俄罗斯的空天军体系。好多人把绍伊古叫做打回仙人，后勤奇才，结果机场上连个棚也没有。去年8月底，火力军就说过，俄军的机场和重要目标仍然会不断遭到无人机突袭，而俄罗斯将对此毫无办法。因为俄罗斯空天军沿袭苏联空军的传统，根本就不把飞机往机库里放，就露天停放在机场，顶多加几个聊胜于无的轮胎。我有一堆 FPV 无人机，地上停着毫无保护的战略轰炸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换成你是乌克兰，你能把持得住吗？因此，先是 A50 和苏57遭殃，现在又被炸了这么多战略轰炸机，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但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损失，能给俄罗斯敲响警钟吗？都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把上上下下的洞都堵起来，恐怕要费上不少的功夫。正如我们之前的结论一样，蛛网行动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直接的战果，而是它开辟了一条以小博大，而且是可复用的战术思路，让 FPV 无人机不但具有战术价值，而且具有战略价值。这意味着乌军今天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炸图160，但蛛网行动珠玉在前，等于是悬在俄罗斯头上的一把利剑。说不定哪天乌克兰高兴了，图160乃至俄罗斯其他价值数十亿的装备都会在一夜之间被几万块的小小无人机摧毁。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希望普京能够回想起在一个遥远的午后，火力军说过的这番话。